第1168章杀戮。为了担心被那玄水虎蛟追踪而来，萧炎将气息隐匿之后，又是狂掠了半晌之后，方才逐渐的放缓速度，举目四望。如今的他已是处于半山腰的地方，在高处便是被浓郁的能量雾气所遮掩，而且那些浓雾之内，萧炎也是能够感受到一些极为强悍的气息，若是被缠上的话，定然会极为麻烦。如今之计，只能悄悄地潜上山顶，试试有没有机会偷偷地将所需要的任务品弄到手。以我一人之力强抢的话，恐怕会有些困难。萧炎立于一棵巨树上，凝望着那若隐若现的庞大山顶，沉吟自语道。心中有了定计，萧炎也就不再多加迟延，刚欲动身，心头却是突然一动，目光豁然转向山下一处，那里突然间爆发了极为剧烈的能量波动。这种波动并非寻常的能量波动，反而更像是由于斗气交战引发的波动。感觉到这种波动，萧炎眉头不由得一皱，他能感应到，那么那头凶兽必然也能感应到，这样定然会引起他的一些注意。萧炎附耳倾听了一会，居然还隐隐听见了一些细微的吵杂人声，当下便是一怔，难道是曹颖他吗？萧炎紧皱着眉头沉吟了片刻，却是突然调转身形，对着那能量波动传来之处悄然掠去。他倒不是想替曹颖他们解围，如今他们搞出这些动静，必然会引来一些高阶魔兽的注意，他或许能够躲在一旁，若是一旦发现那凶兽也是有现身迹象的话，那便立刻离开，趁机去那山顶洞府中偷取药材。心中闪过这些念头，萧炎身形也而是如同一阵风般在森林中掠过，约莫几分钟后，身形猛然一跃，便是窜进了一棵布满着葱郁枝叶的树顶上，目光透过树叶缝隙望向前方。在萧炎视线所及处，是一片凹陷的小盆地，此刻的盆地中正有着将近100人簇拥其中。他目光一扫，果然是从中瞧见了几道熟悉的身影，赫然便是曹颖等人。这里的空间，萧炎目光扫过，突然猛地凝在周围的空间处，只见得那里的虚空居然出现了许些扭曲之感。灵魂屏障。见状，萧炎心头猛地一凛，这东西他见过，那一夜那所谓的木谷老人便是施展了这东西，令得小医仙等人都是未曾发现他的潜入，似乎有些不妙啊。在见到这灵魂屏障时，萧炎心头便是微微一沉，看这模样，似乎有人准备对曹颖等人下手，而且那下手之人实力还极端的恐怖。灵魂屏障这种东西可不是寻常强者能够构建出来的，是那黑衣男子。沉吟间，萧炎心头猛地一动，目光闪电般的转向那凹陷的盆地中，果然是在那众人中间的位置见到了一道黑色身影。这家伙好狠，居然想将这些的人尽数解决。宋清与曹颖皆是此次大会冠军的有力争夺人选，若是将他二人杀了，萧炎心中念头飞转，眼中也是不由得浮现一抹震惊。这黑衣男子好狠的手段！阁下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想对我们这里的人出手不成？盆地之中将近100道身影将中间那道黑色身影团团围住，而那宋清此刻也是面色惊怒地盯着黑衣男子，沉声道：先前在来到此处时，此人突然发难，眨眼间便是有着10几位炼药师葬生在其手中，若非他反应的话，恐怕也会在措手不及下魂丧其手。在宋清身旁便是那身材妖娆的曹颖，只不过此刻的他也是美眸有些凝重地望着那黑衣男子，凭借着远超其他人的强悍灵魂感知，他能够察觉到面前的这位黑衣男子实力非常恐怖。丹塔的2位小天才，这名头倒是不弱，不过为了那冠军位置，我也只能出这般手段。面对着众多人的包围，那黑衣男子脸庞上依旧是挂着一丝诡异笑容，轻声道：不知道阁下是哪位老前辈？你在此杀了我等，也不怕丹塔追究？曹颖美目紧盯着黑衣男子，突然出声道：哼，这里的人都会死的，所以丹塔也不会知道。黑衣男子含笑地望着曹颖，那模样有种猫戏老鼠般的戏谑。听得此话，那周围的众多炼药师顿时勃然大怒，一个个也不客气，直接是抽出武器，目露凶光地盯着黑衣男子。你未免也太拖大了，我们这里如此多人，还惧你不成？宋清怒喝道。闻言，黑衣男子脸庞上的诡异笑容却是陡然扩散。啊！小心，有人偷袭！
黑衣男子脸庞上的诡异笑容还未扩散完毕，那将其包围的众多炼药师之内，便是突然爆发出凄厉才惨叫声，10几颗血淋淋的人头带起嫣红血柱，直接是冲天而起。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得宋清甚至隐藏在暗处的萧炎也是一惊，目光急忙望去，却是见到10几道身影正带着凌厉杀气，异常强悍的气息，令得众人皆是色变。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鲜血直接是将这片葱郁之地染得血红起来。先前还生龙活虎的众多炼药师，此刻却尽是化为刀下亡魂，双眼瞪得老大，其中满是惊疑与不甘之色。他们连死都是未曾看见究竟是谁对他们出的手。砰砰！曹颖与宋清等人也是因为这等变故而大吃一惊，当下斗气便是急忙自体内暴涌而出，旋即将那些冲杀而来的凌厉身影尽数抵挡而下。这些家伙居然一直隐藏在人群里。树丛中，萧炎望着那突然间展开的杀戮，脸色也是微变。他从一开始居然都未曾发现这些隐藏的家伙，而且看这模样，似乎他们还是跟那黑衣男子一伙的。这些家伙究竟是什么人？居然真的敢对丹塔的人出手？盆地中，面对着那如狼似虎的10几道身影的杀戮，终于有人抵御不住，急忙从纳戒中掏出空间石，迅速将之捏碎，空间扭曲间便欲逃离此地。我说过，这里没人能走掉。见状，那一直未曾出手的黑衣男子淡淡一笑，袖袍轻挥，无形的空间波动扩散而出，居然直接是生生的将那些想要逃离丹界的人给凝固而下，然后手掌一握，周遭的空间便是猛然一压，生生的将那些炼药师捏碎成一团模糊血肉。扭曲空间，这家伙果然是斗尊强者。见到黑衣男子这一手，萧炎眼瞳也是微微一缩。场中失去了最后手段的炼药师终于是变得绝望下来，开始拼命反扑，但那10几道黑色身影实力远胜他们，除了少数人能与他们缠斗一会外，其余的大多都是死得极为凄惨。杀戮持续了将近10分钟左右，那将近100名的炼药师如今已是不足10人，其中便是包括宋清、曹颖还有那背负着陈弦的2名玄冥宗长老等人。无用的挣扎，剩下的几人实力皆是在斗宗级别，因此抱团在一起，那10几名黑影一时间也是难以肯动，所以也是只能将之团团围住。不过看这模样，攻破曹颖等人的防守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宋清脸色难看地望着周围那些杀气极浓的黑袍人，面色阴晴不定。从这些人身上，他感觉到了一种死亡的气息。前辈真是想要赶尽杀绝。脸颊上一直挂着妖娆笑容的曹颖，在这种时刻也是有些铁青。他从小便是异于常人，周围护卫多得数不胜数，类似这种血腥场面见得不多。哼，对于你的灵魂，我倒很是感兴趣。若是任由你成长的话，恐怕日后还真是能够成为丹塔的下一任巨头。不过可惜，黑衣男子笑望着曹颖，舌头舔了舔嘴唇，那模样就如同看待猎物一般。曹颖脸颊冰冷，他知道今日此人是下定决心要除掉他们。不过即便对方实力强悍，但若想令得他魂丧此处的话，不付出点什么代价，怕也是不可能的事。能够成为丹塔最为器重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些底牌？黑衣男子并未理会曹颖的脸色，目光瞥了一眼负隅顽抗的几人，缓步轻轻踏出。而就在其脚步踏出第3步时，身体却是猛然一顿，豁然转头，森冷目光直射萧炎所隐藏的巨术。在黑衣男子脚步顿下的那一刻，萧炎心头便是暗叫不好，此人的灵魂感知太强。给我滚出来！心中叫声刚落，还不待他飞身后退，一股可怕的吸力便是暴涌而出，周在的巨术在那吸力之下瞬间爆裂成粉尘。而萧炎的身形也是前扑了10几米，方才强行稳住，但此刻的他也是已经落进了那灵魂屏障之内。